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。你是否曾经思考过，为什么各国央行、大型机构投资者，甚至全球最顶尖的基金，都在黄金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呢？为什么在市场动荡、通胀飙升、经济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，黄金总能成为投资者的焦点？今天我们不只是聊黄金，而是带你深入了解解读世界黄金协会 World Gold Council 最新发布的权威报告投资的风向标。它深入剖析了黄金的投资价值、长期回报、市场流动性，以及黄金如何在投资组合中发挥稳定作用。我们将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，把这份专业报告中的关键内容提炼出来，让你快速掌握为什么黄金依然是2025年最值得关注的战略资产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会结合报告中的每一张图表、每一组数据，帮你看懂黄金市场的市场逻辑，并且告诉你黄金在2025年的潜在机遇和风险。所以如果你想知道黄金是否应该成为你投资组合中的一部分，或者你想了解机构投资者如何看待黄金，那记得一定要把视频看到最后。黄金不是某个国家的负债，也不像纸币那样会因为央行印钞而贬值。它没有信用风险，数量有限，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被认可。更重要的是，黄金的需求非常多元化，投资、央行储备、珠宝、科技行业，这些都让黄金在不同经济周期里都能保持价值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有一笔财富，你希望它能在几十年后仍然保持购买力，你会选择什么呢？股票可能会崩盘，房地产可能会受到政策打压，法币可能会因通胀贬值，而黄金却千百年来始终在全球范围内扮演着价值储存的角色。有人说黄金只是避险工具，只在市场恐慌时才有用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让我们看看 Chart1， 从1971年黄金与美元脱钩以来，黄金的年均回报率高达 8%， 和股票市场表现相当，甚至优于债券。这意味着即使在经济增长的时期，黄金依然能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稳定的回报，而不仅仅是在危机时刻才发挥作用。那么这种长期回报从何而来？ Figure 1显现出黄金的多元需求构成。第一，央行和投资者购买黄金是为了对冲经济和金融风险。第二，珠宝和科技行业则因为黄金的独特物理特性而需求稳定。这种双重需求让黄金在市场低迷时受到避险资金的推动，而在经济繁荣时又能受益于消费需求，从而长期保持增长。黄金被称为天然的通胀对冲工具，是有数据支持的。来看 Chart3， 当通胀处于 2% 到 5% 之间的时候，黄金年均回报率大约是 8%， 而当通胀超过 5% 时，黄金的涨幅更高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担心2025年全球通胀持续走高，黄金可能是最可靠的避险工具之一。但你知道吗？黄金不仅能够在高通胀的时期保护你的财富，在通缩期它也有很好的表现，因为通缩往往伴随着低利率、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，而这些因素都会提升黄金的吸引力。你知道美元、欧元、日元等主要法币自2000年以来对黄金的购买力都在不断下降吗？ Chart4 显示，过去20多年全球主要货币和大宗商品的购买力相对黄金几乎都在大幅贬值。黄金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购买力，关键在于它的供给增长极为有限。过去20年，黄金的开采量年均仅增长 1.7%，
而法币的供应量却可以无限扩张。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各国央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，货币供应暴增，导致黄金价格同步上涨。来看 Chart5， 黄金价格与美国 M2 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强相关性，清楚地显示出当货币超发，黄金就会涨。所以未来如果全球经济再次面临危机，央行选择放水救市，黄金价格会如何表现呢？这个问题留给你思考。投资的核心是风险管理，而黄金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它能有效分散风险。Chart6 显示，在极端市场恐慌时，黄金的价格通常会上涨，而股票市场则暴跌。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全球股市大跌，黄金上涨 21%。 2020年疫情引发市场恐慌，黄金价格大涨 30%。 那么具体到投资组合里，黄金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来看 Chart11 和 Table 1。如果在一个传统的 50% 股票、40% 债券、10% 另类投资的组合中加入 5% 的黄金，整体的风险调整收益会明显提高，同时最大回撤减少。这说明即使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，持有一定比例的黄金，并不会降低你的收益，反而能让你的投资组合更加稳健。很多人误以为黄金市场小，流动性不够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来看 Chart9， 黄金的日均交易量高达2270亿美元，比许多主要金融市场如欧元、日元、道琼斯指数还要大，甚至接近美国短期国债的流动性水平。此外，黄金市场包括多个层面，现货市场、期货市场、ETF 市场。根据 Chart10， 光是黄金 ETF 的日均交易量就达到20亿美元，让普通投资者也可以方便的买卖黄金。换句话说，黄金不仅是安全资产，而且足够流动，能够让机构和投资者随时进出市场。当然，黄金也不是完美的投资，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产生现金流。不像债券有利息，股票有分红，黄金本身并不会直接产生收益。但问题是，黄金的价值并不依赖于现金流，而是依赖于供需关系以及投资者对它的信任。再加上黄金本身的波动性并不低，某些年份也会出现较大的跌幅，比如2013年，黄金就下跌了近 30%。 所以如果你想投机短线，黄金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是你的目的是长期保值避险，那么黄金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资产。回顾整期内容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黄金在长期投资中表现稳定，年均收益 8%， 它能够有效对抗通胀和金融危机。它在投资组合中扮演着分散风险的重要角色。如果你希望2025年自己的投资组合更加稳健，黄金绝对值得你认真考虑。你是怎么看的呢？你认为黄金在未来几年仍然是值得持有的资产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除了黄金以外，白银同样正在进入一个超级周期。屏幕右方的这个视频值得你去看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